但是让李长寿意想不到的是，赵公明接下来的举动不仅出乎李长寿的意料，让李长寿完全无法理解，更是把李长寿给惊出了一身冷汗。这位截教的外门弟子打了人还不肯罢休，又将驼背老道用定海神珠给镇压着，不断的喝骂推搡，朝着海神庙而来了。不是，这赵大爷也有毒吗？难道这个因果我一个小小的海神能沾的吗？驼背老道可是圣人弟子，您出手打一顿，对方当然只能吃哑巴亏了，说一句神通不如。但是西方教若是事后算账，将这个火气撒到我海神身上，那我一个小小的人教偏远道成的小弟子该如何应对啊？就算是我可以请大法师出马，又该如何跟大法师交代此事呢？你这……李长寿有些哭笑不得，连忙思索对策。同时另一具指道人也施展土遁，匆忙地赶向那一处海神小庙。只见赵公明飘回小庙上空，从空中落下，还将那驼背老道扔到了海神庙院中，还煞有其事地说了一句：去给海神赔礼。李长寿双腿一软，本体差点就缩到了密室的书桌底下去。那驼背老道此刻被定海神珠给镇压着，躺在地上动弹不得，目光之中满是悲愤。还讲不讲道理了？这道门三教还讲不讲理了？我们西方教平日里已经够不讲道理的了，但跟眼前这个截教大弟子还有这个海神比起来，根本就不值一提。驼背老道干脆闭目不言，气得元神轻颤。赵公明冷笑道：哼，怎么还敢装死？你逼死了海神的一道化身，而且还侮辱我道门，岂能如此善罢甘休？正此时，赵公明听闻一缕传声入耳：前辈，莫要再说下去了，此事已经快无法收场了。赵公明的目光看向地下某处，看的正是指道人的藏身之地，淡然道：莫怕，咱们站里。李长寿禁不住一手扶额，却立刻振作精神，根据赵公明的性格对症下药，心底已经有了一套方案，2套备用方案。要解决此事，必须先说服赵公明，再让赵公明搞定这个驼背老道，至于他自己绝对不能现身呐。李长寿不敢多等，立刻用化身传声：前辈，虽说咱们站里，但您也知道这人背后的2位老爷。前辈，您在截教威望太高，截教又多您这般义薄云天、肝胆相照的前辈高人，您若是被西方针对，截教岂能够善罢甘休？此事若是闹大，说不定会引发西方与截教之争，那到时候肯定会有死伤的。您如何忍心见自家道友受损？前辈，您可不是晚辈这般无足轻重之人，您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洪荒大运的走势啊！赵公明闻言顿时眉头紧皱，捏着胡须倒吸一口凉气，直接对李长寿的纸人传声：这话听倒也有几分道理，但这人逼你毁了化身。晚辈乃人教炼气师，与前辈您算是一家，辈分比前辈低了不少。晚辈之所以不愿意以真面目示人，是因为我们人教奉行清净无为，我出来收敛香火功德，会让我家大法师不喜。我家大法师虽然不问世事，但对道门三教一家亲之事看得颇重。近年来苦于产劫2家摩擦不断，心底颇为忧患，所以这西方教之人找我立刻毁掉化身，不愿意与他们有半点牵扯呀。赵公明面露恍然，随后便是低头沉思，沉吟道：要不干脆灭了此道，一了百了。这如何瞒得过圣人老爷？那该如何是好啊？晚辈斗胆，有几个小对策献上，前辈您若是信得过我，您就斟酌着用。
你这不就见外了？赵公明摆摆手，对李长寿的指导人传声：道门一家亲，我不信你还能信这家伙不成？有何对策说来听听。趁着与赵公明言说这几句的功夫，李长寿已经是捋清楚了后续的思路。所谓应变之道，绝不可只看当前影响，哪怕时间紧迫，也必须将后面可能出现的发展路线都思考清楚，从中得出对自己危害最小的一条。除此之外，几条原则也是重中之重，必须坚持道门弟子的身份，坚定不移地站稳道祖三清圣人老爷的阵营，必须坚持道门一家亲、三教本同源的思想准则，必须坚持维护人教利益，顾全任何一位圣人老爷和一流高手的面皮，不能为自身惹火烧身。除了3个必须坚持，还有5个必要准备，以及9大行动纲领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不可显摆。显摆2字乃稳道之大忌。李长寿上辈子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杨修被斩的历史小故事，这是主动去显摆，谓之曰浪死。来到洪荒之后，对他影响最深刻的便是玄龟被斩的洪荒小寓言：匹龟无罪，体太大矣，故被斩腿称天。这就是被动显摆的最好写照。若玄龟平日里躲起来，或是早早的去混沌海、去虚空之中缩着，圣人老爷们8成也就用其他大山大岳重新炼制成天柱，不可能图方便就顺手斩了这龟龟。所以说呀，能不暴露就别暴露了，能不被别人知晓自己跟脚，就绝对不轻易给出任何有关自己跟脚的线索。前期的自保能力就是找稳靠山，完全不显露踪迹，最好是3界不知我姓名。中期的自保能力是功德金身外加靠山，与3界不知我存。不然呢，岂不是辜负了自家圣人老爷帮自己遮掩天机之举？以后除却长庚道人这个化名之外，李长寿决定搞一个玄都小法师、玄都小郎君的名号，来借此躲避因果。当然了，这些事都要容以后去细细谋划。现在要做的就是解决此时的危机。赵公明暴打西方圣人弟子，海神教被牵扯其中，恐怕事后清算。这件事的难点主要有3：此圣人弟子不能杀，对方有可能后续撒气般报复南海神教，且会扯起圣人面皮的大旗。赵公明他只是初次接触，不知其具体的脾性，有可能会越算越乱，还要顾全双方的面皮。于是李长寿针对这些难点，按照自己的原则坚持准备行动纲领，选出了一条最稳妥的解决之道，用不会被察觉的仙识传声说给了赵公明听。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听闻仙识传声时，赵公明最初有些皱眉，但是李长寿巧言几句，将赵公明最在意的教内众兄弟姐妹之生死搬了出来。赵公明很快就点头应允。到李长寿滔滔大论说完，赵公明甚至觉得这般处置起来虽然麻烦，且有那么略微的一丢丢的奸诈，但如果真的能够达到这海神所说的效果，确实是比直接打杀要高明许多。赵公明的心底暗道，这个南海海神似乎是人教的同门，可惜了，若是能搞个截教，那又能赚功德又能出主意，比石天君那几个家伙靠谱多了。于是就在这处海神小庙内，李长寿的指导人朝着地下更深处藏去，并且做好了随时自扬的准备。他借神念注视着院中这2位高手，又与一直在旁边看戏的敖乙神念交流，叮嘱了几百句。半个时辰之后，李长寿的仙识传声，准备妥了，拜托前辈了。就见院中，赵公明点点头，大袖一挥，收起24颗定海神珠，低头凝视着这个驼背道人。
咬牙道：起来，与贫道一同去你们灵山。躺在地上的那驼背道人眉头一皱，眼睛瞪着赵公明。这道人冷然道：你还敢跟本道去灵山？贫道有何不敢？赵公明骂道：今日你欺我道门在先，贫道倒要去问问两位师叔到底是个怎么说法。李长寿的心底略微思量，觉得赵大爷的情绪还是差了点意思，应该再带一点悲愤才是。这是第一步，将此事强行定性为道门与西方的冲突。那驼背老道闻言立刻跳了起来，手中抓着那把拐杖，看似是要砸人。赵公明向前踏出半步，目中神光逼人，胡须向前飘舞。驼背老道下意识地哆嗦了一下，向后连退几步，目光中满是忌惮。此地乾坤依然是被赵公明封禁，这驼背老道刚领教过截教外门大弟子的厉害，知道自己逃是逃不掉的。这驼背老道骂道：今日是你道门中人设计害我，你如何能反咬一口啊？你看贫道此时何等凄惨，我倒是要去寻你碧游宫说道。你惨？哼！赵公明冷笑一声，想起刚才那个南海海神传声说的法子，心底倒是来了几分兴致。突然间，毫无征兆的，赵公明哇的一声张嘴喷出一口鲜血，捂着伤口不断的剧烈咳嗽，同时赵公明的气息萎靡，道韵涣散，原本的气势顿时烟消云散，仿佛受了重伤一般。赵公明咬牙道：明明是我被你灵宝所伤，刚才与你斗法时被你震伤了道基，没有几万年怕是恢复不得。走，跟我去灵山，今天这事咱们没完。那驼背老道眼睛一瞪，饶是他谋略过人，却是从未遇到过这般情形啊。用神像观察的李长寿心底略微松了一口气，这最难的一步倒是顺利的迈了出去。不得不说，赵大爷的临场反应还是相当出色的嘛，不愧是在洪荒混到现如今的老油条啊。第二步，偷换概念，以苦肉计抢占道理的制高点。接下来的第三步分6种情况，对应6条线路。赵公明抹了一把嘴边的鲜血，又骂道：谁还能比海神道友更惨呢？他的化身都被你逼得直接陨了。身外化身修炼何其不易，他损了多少道界，多少道行啊！这事儿你又该如何算清啊？驼背老道痛斥一声：你这是强词夺理，血口喷人！赵公明骂道：贫道有伤势为证，你才是罪首元凶，跟我去灵山对峙去，走！你赵公明，你还要不要面皮？驼背老道大骂，忽而计上心头，手中拐杖拿起来，对着自己的肩膀狠狠地砸了一下，就听得方圆百里响起了闷雷之声，这驼背老道的一条胳膊垂下来，肩膀位置都被砸碎了，冷笑一声：哼，你才是罪魁祸首，去碧游宫！赵公明见状，一咬牙，噔噔噔后退数步，忽而仰头狂喷血沫。驼背老道心一狠，又是抬手对着自己的胸口连打数场，两个人像是较上劲儿了一样。突然间，赵公明的身体一震，那些喷出去的鲜血瞬间被蒸干，气息恢复如常，整个人变得神采奕奕，胡须还是那般的洁净。他在袖口掏出了一只被层层仙力包裹的流影球，好整以暇的记起24颗定海神珠，将流影球打开。顿时在赵公明的身前出现了一道虚影，里面呈现的正是刚才驼背老道打砸自身的画面。那驼背老道瞬间反应了过来，立刻就要动手，但是24颗定海神珠发威，再次将这已经伤上加伤的老道定在原地。这是第4种情况下的第3步，反泼脏水，抓住对方把柄。能进行的这么顺利，也是出乎李长寿的意料啊。赵公明注视着这个驼背老道，淡然道：哎呀，道友，你为何在贫道面前自残自伤啊？
啊，可是要平白乌贫道的清白，然后以此事挑起道门与西方教之争。哦，那看来贫道只能拿此物去找一些好友观摩观摩。若贫道没记错，道友好像说过你是西方的3弟子。贫道知道2位师叔拉扯起灵山一脉不容易，但用这种办法讹人宝物，感觉不太光彩了些。你驼背老道气到嘴唇不断的颤抖，忽而低头喷出一口鲜血，双目之中满是悲愤。赵公明，人人都说你是真性情直心肠，今日贫道领教了，当真是领教了。赵公明负手仰头看着天空，心底却是略微一叹，没有想到他也会做这种算计。不过这个南海海神说的对呀，讲义气是对自己的兄弟姐妹，对道门弟子，不是对这种外教之人。些许奸诈也是为了此事不引起道门与西方争端，从而保护自己的同门。随后赵公明并不说话，静待驼背老道开口。此刻驼背老道已经是明白了一点什么，压下火气，冷然道：道友，你到底欲行何事啊？何事？今日贫道被你欺辱了，还能行何事？赵公明淡然道：哎呀，痛快些。道友是想此事大事化小，咱们私了，还是继续往大的闹啊？那驼背老道气到浑身发抖，想一脚将方圆100里夷平，却又不愿意白白损耗自己的功德。虽然此时北定海神珠镇压，也没有办法随意跺脚。驼背老道冷然道：私了如何？往大里闹又如何？若道友想私了，今日你我就将此事说清。道友立下一道大道誓言，我将此物立刻捏碎。赵公明晃了晃手中的法宝流影球。若是想闹大，那贫道只得拿着此物先去给我3个义妹看个热闹，再去金鳌岛、蓬莱岛这些我截教炼气士汇聚之地，给大家开开眼，让他们引以为戒。如今这世道比远古上古花样多太多了，最后若是不行，就去拜访玉虚宫逛逛天庭，走一走中神州各处，